最近，中国的科研团队发布了一项研究，指出理论上每吨月壤可以提取约51至76公斤的水，这一转化率超过5%，意味着月球表面蕴藏着丰富的水源材料。如果在月球上使用挖掘机，轻松一铲就能获取足够供几十人一天所需的水。未来，这将使得月球基地几乎不再需要从地球运输水资源。甚至在中国的载人飞船前往火星时，月球也可以作为补给水源的中转站。那么，为什么月球上的水含量突然增加了几百倍呢？根据之前对月球样本的分析，科学家认为1吨月壤中大约含有170克水。这项神奇的技术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？这里有一个容易混淆的概念：1吨月壤可以提取51至76公斤水。并不是说月壤本身直接含有这么多水，而是其中富含氢和氧元素。我们可以通过化学反应将这些元素提取出来，生成水。2023年的研究结果显示，1吨月壤中原本就存在的水量约为170克，但如果将目标扩大到氢和氧元素的提取，水的含量就可以提高到50公斤以上。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：月壤中氧元素的含量很高。地球土壤中也有大量氧元素，例如二氧化硅、沙子，氧原子的比例都很高。那么，氢元素又是从何而来的呢？在地球上，氢元素几乎全部以水的形式存在。如果去掉水，地壳中氢元素的质量占比不到0.14%。这是因为氢元素非常轻，一旦形成氢气分子，就会迅速逃逸到大气层外，被太阳风吹散到宇宙中。而月壤中的水含量仅为0.0001到0.02%，但1吨月壤却能提取至少5%的水，这表明月壤中氢元素的质量占比也不容小觑。那么，月壤中的氢元素又是如何形成的呢？水在地球上有3种存在形式：流动的游离水、固定在矿物质中的分子水，以及被夺走一个氢原子的羟基。随着21世纪纳米粒子探针技术的发展，中美科学家分别对阿波罗月壤样本进行了重新检测，发现了第3种水。2024年7月，中国科学家在嫦娥5号的样本中首次检测到了第2种水。2026年，中国将发射嫦娥7号前往月球南极寻找第1种水。然而，这3种水在月球上的含量都极为稀少，利用起来非常困难。实际上，美苏在当年获取月球样本后，都认为月球的科研价值有限。冷战的结束减缓了技术发展的步伐，但技术的进步又推动了时代的变革。1998年，美国的月球勘测者号首次利用中子谱仪扫描月球表面，发现了大量氢元素的存在。随后，中国的嫦娥1号和印度的月船1号在2007年和2009年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发现，全球科学家因此兴奋不已，掀起了探测月球的第2波热潮。研究表明，月球的氢元素很可能源自太阳风。2024年，太阳风暴频繁发生，日冕爆发时会向宇宙空间喷射大量带电粒子，包括质子和电子。这些带电粒子会对地球的磁场造成挤压，影响人类的现代生活。月球没有大气层和磁场保护，表面直接受到太阳风的侵袭。然而，令人惊讶的是，在1万年的太阳风暴冲击下，月球表面那些早已破碎的矿物质，依靠独特的分子结构吸收了太阳风中的质子和电子，重新组合成氢原子。这导致月球表面的氢元素不断增加，可能形成了几十厘米或几米厚的负氢层，甚至其含量超过了地壳中的氢元素。而对人类而言，月球上另一种可能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资源氦3也很可能是这样形成的。这些都是月球与太阳风暴对抗数十亿年后留下的痕迹。某一天，一群中国科学家经过3年的努力，终于找到了一种提取氢元素的方法。他们发现，在适当的催化剂和反应条件下，将月壤加热至1000度以上时，氢元素不再沉没，而是与月壤中的铁氧矿物发生氧化还原反应，生成纯铁和大量水。显微镜下，一个个水蒸气泡的出现，意味着水的存在带来了无限可能。这些水不仅可以满足月球航天员的生活需求，还可以用于在月球种植作物、饲养动物、制造水冷设备，甚至通过电解产生氢气和氧气。氧气可供人类呼吸，而氢气则可作为能源，助力人类的火箭以月球为中转站，飞向更遥远的火星。剩余的纯铁和矿渣也可以作为月球工业和建筑的原材料进一步利用。尽管这一切仍处于理论阶段，尚需进一步的工程实现，但水的存在意味着希望。在中国未来的探月计划中，必将进一步验证月球水的利用方法。
人类对月球的认知仍然有限，正在不断拓展中。未来，期待更多科研成果的出现，助力人类在太空探索中迈出更大的步伐。